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端午节清晨，上官家却像是一口烧开了的油锅。在那间破旧的磨坊里，两场生死博弈正在同时进行，一边是家里的母驴在难产，另一边是上官鲁氏，这个家的女主人也在难产。唯一的兽医樊三被请来了，你猜婆婆让她先救谁？婆婆指着那头驴，恶狠狠地说：先救驴，驴是牲口，是家产，死了就是塌了半边天。那个女人，她指了指正在血泊里挣扎的儿媳妇，她生过7个了，死不了，让她自己生。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一头驴的命比一个女人的命金贵。为了在这个家里活得哪怕有一点点像个人，这个女人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连续生了7个女儿，为了求一个儿子，她不得不向路过的每一个强壮男人借种，卖鸭的、杀狗的土匪。和尚为了这一根香火，他把自己活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卑贱的泥土。然而最荒诞的是，当他终于拼着老命，在那个不如驴的血液里生下了唯一的儿子，这个用8个姐姐的血泪甚至生命供养大的金宝贝，最后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终生断不了奶，遇到事只会躲在女人怀里，最后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5年的废物，哪怕是编故事都不敢编得这么狠。但这就是莫言，这就是丰乳肥臀。欢迎来到翻口人物智库，我是翻口。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一本黄书，而是一部被误解了27年的浸透了血与泪的民族史诗。准备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故事要从一双小脚说起。母亲原名鲁玄儿，她的小脚裹得很好，是公认的高密东北乡第一美女。在那个年代，小脚是一张通行证，脚裹得越小，嫁得越好。整个封建社会的婚姻市场就是建立在这几寸白布上的。但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在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新文化运动来了，天变了，小脚从美变成了丑，从资本变成了罪证。新派的县长来视察，看到鲁玄儿，说了一句让人五味杂陈的话：看看吧，这么好的姑娘，硬给裹成了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怪物。你听听，怪物。前一天她还是万人追捧的东北乡第一美女，第二天她就变成了落后时代的怪物。她什么都没做错，只是世道变了。媒婆说得更直白，小脚女人不吃香了，大户人家的公子都接受了新思想，穿制服抽烟卷儿，都想找大脚板的洋学生。裹脚是为了嫁给状元，但大清已亡，没有状元了。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女性面临的第一个残酷真相。你用一生去适应的那套规则，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而你为此付出的代价，那双被折断的脚骨，没有人会赔给你。作为落伍的就是美女，鲁玄儿只能下嫁。她嫁到了中等收入的铁匠上官家，成了上官鲁氏。嫁进来之后，噩梦才真正开始。上官鲁氏长久不怀孕，原因在哪里？在于丈夫没有生育能力，但上官家不会承认这一点。在那个年代，不能生这顶帽子永远只会扣在女人头上。公公骂她，婆婆打她，丈夫更是对她恨之入骨。为了传宗接代，上官鲁氏只好与其他男人也合。说到这里，我必须暂停一下。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说，这算什么伟大的母亲？跟7个不同的男人生了8个孩子，这不就是个荡妇吗？莫言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中直接回应了这种质疑。他说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封建时代如果女性无法生育，是要被休回娘家的。在生命与生存面前，道德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在生命与生存面前，道德是没有任何力量的。这句话请大家记住，因为它是理解整本书的钥匙。上官鲁氏不是放荡，他是在求生。不生儿子，他就会被休弃，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他是在用一个女人能拿出的最后的资本，她的身体，去换取在这个家庭里活下去的权利。但命途不济，他连续生了7个女儿，7个，每多生一个女儿，他在上官家的处境就恶化一分。公婆的打骂变本加厉，丈夫甚至用烧红的铁去烙她的下体。你能想象那种绝望吗？你拼了命的想完成这个社会强加给你的唯一使命，生一个儿子，但命运就是不肯松手。
而你为此承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酷刑，更是整个家庭、整个社会对你的否定。你是一个没用的女人。当这个家甚至这个世界都容不下她的时候，她被逼到了绝路。她信了洋教，在宗教的世界里，她找到了一个精神归宿，一个不会因为她生不出儿子而打她骂她的地方。后来她与瑞典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对双胞胎，而就在她生这对双胞胎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精准地浓缩了整个旧社会对女性生命的定价。最先出来的是女儿上官玉女的一条腿，此时家里的驴也恰逢难产，上官家的家庭权力掌握在婆婆手里。勤俭持家的婆婆先考虑的是什么？是驴。驴是家里的财产，保住母驴的命就是保住了家业。如果小骡子平安生下来，那更是资产增值，而且母驴是第一次生产，需要人照顾。但上官鲁氏呢，生了7个女儿，有经验了自己生就行了。婆婆破费请了兽医樊三来帮忙。母驴的问题解决之后，婆婆才请樊三顺便看一下母亲。顺便，一个女人的命排在一头驴的后面，不是因为婆婆天生残忍，而是因为在那个社会的计算逻辑里，一头能干活、能生小骡子的驴，就是比一个只会生赔钱货的儿媳妇更有价值。但樊三毕竟是兽医，一看到母亲生产的惨状，吓得扭头就跑，喊着杀了我也干不了这差事。婆婆没办法，只好去请仇人孙大姑帮忙，这才让上官鲁氏生下了上官玉女和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儿子终于来了，但你以为苦难结束了吗？不，日本人恰巧在这个时期来了。日军进了村，婆婆起初并不担心，她的逻辑很朴素，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东北乡，还不是要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这就是传统秩序中普通人的思维方式，换个地主而已嘛，谁来不是一样交租？但日军不是封建社会的地主，他们杀害了上官鲁氏的公公和丈夫，婆婆也疯了。日军不是来收租的，他们是来把整个旧世界连根拔起的。传统秩序、家庭秩序、道德秩序在枪炮面前碎了一地。婆婆疯了之后，上官鲁氏掌握了上官家的控制权，她立刻延续了婆婆的管理方式，节省、积攒、辛勤劳动。她曾经被旧秩序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当她终于有了权利，她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去维护那个折磨过她的秩序。为什么？因为她不知道还有别的活法。旧秩序虽然残酷，但至少有规则可循，而战争摧毁了一切之后，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未知。但她的女儿们不一样了，她们没有国教，她们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在动乱的时局中，她们各自奔向了不同的命运，而那些命运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在讲女儿们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残忍的话。在20世纪的中国乱世里，女人手里能打出去的牌总共只有2张，美貌和肉体。上官家的女儿们每一个都在用这2张牌赌命，赌赢了，全家跟着吃饱穿暖；赌输了，尸骨无存。大姐上官来娣是第一个出牌的人，她爱上了游击队队长沙月亮。母亲担心她的未来，大姐却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您心里装着的只有金童，我们这些女儿在您心里只怕连泡狗屎都不如。母亲跟她争了几句，大姐用恶狠狠的口吻说：我给你们上官家当牛做马，受够了。这句话把大女儿的处境说透了。在这个家里，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但没有任何可以指望的回报。相比之下，游击队队长至少能给她一个被看见的机会。沙月亮起初混得不错，给上官家每人送来1件皮草，但好景不长，这支不属于国军也不属于共军的反日游击队走投无路之后投降了日军。沙月亮后来死了，大姐精神失常地回到了家。后来她被迫嫁给了哑巴孙不言。在一次冲突中，孙不言掐住了鸟儿寒的脖子，大姐为了救人，用板凳和门栓打死了丈夫，最终她被枪决。行刑那天，围观者足有1万人。二姐上官招娣同样违背母亲的意愿，嫁给了当地首富福生堂的2掌柜司马库做4姨太。司马库也曾是第一波抗击日军的好汉，
在一次大败日军的庆功大会之后，日军血洗了司马家，大部分家眷被杀害。抗战胜利后，司马库归属国军，跟美国飞行员一起举行了震惊全镇的飞行表演。后来那个美国飞行员跟六姐结了婚，但在随后的国共交战中，鲁立人指挥的部队突袭了司马库的阵地，二姐死于炮火之中。六姐当面质问五姐叛弟：你们已经炸死了二姐，难道还要杀我们？姐妹的丈夫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死的却是自家姐妹。五姐上官盼递嫁给了共产党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这个鲁立人原名蒋立人，因不想跟蒋介石同姓改成鲁姓，后来又改名李杜，反复改名无非是不想让人翻旧账。母亲很早就看出鲁立人能说会道有魄力，将来的天下一定是鲁立人的。母亲的话应验了，沙月亮和司马库都被消灭了，鲁立人成功立足。但官儿越当越小，在饥荒时期心脏病发作而死。丈夫这把政治保护伞没了，走投无路的五姐也随之自杀。六姐上官念弟的爱情是全书中最浪漫也最短暂的一段。她放羊的时候被美国飞行员巴比特从天上看到了，后来巴比特的降落伞精准降落在草地上，覆盖了六姐。六姐惊叫一声，眼前一片花花的白。在羊群四散奔逃的时候，她看到了降落在白云之下的巴比特，粉红色的脸上满是笑容，天神下凡。她仰着脸呆呆地望着快速下落的巴比特，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敬仰和热爱。但在战乱中，巴比特与六姐失散，受伤后藏身于一处山洞。六姐历尽艰辛找到了他，夫妻重逢，悲喜交加。但就在他们拥抱的那一刻，藏匿巴比特的女人在身后拉响了3颗手榴弹，三人同归于尽。你看到了吗？大姐嫁了游击队队长，杀夫后被枪决；二姐嫁了国军军官，死于战争；五姐嫁了共产党领导，自杀了；六姐嫁了美军军人，死于战争。这些女婿个个有权有势，但在乱世中权势转瞬即逝，今天还在威风八面，明天就成了尸骨一具。而未出嫁的姐姐们命运更加惨烈。三姐上官领地与外地难民头领鸟儿寒成为朋友，那时候本地人都没有粮食吃了，哪里还容得下外地难民？结果难民以命相搏，只求一块能在本地挖野菜的空间。鸟儿寒是使用弹弓的高手，常给三姐送来很多野鸟，上官家人得以活命。后来鸟儿寒被日本人抓走了，三姐跟大姐一样也疯了，但疯疯癫癫的她居然成了当地的鸟仙。前来求药问卜的人络绎不绝，名声远扬，甚至有人不远万里乘海船来求她。可是后来司马库与美国飞行员举行飞行表演的时候，三姐鸟仙的飞翔欲望被激发了出来，她从悬崖上飞了出去，飞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说到这儿，我必须讲讲四姐，因为四姐上官响帝的故事是所有姐妹中最让我心碎的一段。那是1941年2月18日上午，全家已经揭不开锅了。四姐把一沓钞票递给大病初愈的母亲，说：娘，我把自己卖了，价钱还可以。她跪下给母亲磕了一个头，然后爬起来摸摸五姐的头，拍拍六姐的脸，七姐的耳朵，匆匆忙忙捧起上官金童的脸亲了一口，说：金童啊金童，你好好长，快快长，咱们上官家可全靠你了。然后她转身走了，走进了妓院。一个10几岁的女孩用自己的身体给全家换了一条活路。多年之后，四姐抱着一把琵琶回来了，琵琶里藏着她忍辱负重换来的宝石、钻石、黄金。但公社干部看到之后，认为是敌人特务藏的发报机，全部没收。四姐可能患了性病，眼睛瞎了，全身溃烂，最后她死在了母亲的怀里。七姐上官求弟的命运同样不济，全家断粮之后，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去县城人市上卖女换粮食。母女俩走之前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些烂菜叶子吃了，才有力气走到人世。七姐被来自哈尔滨的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相中，换了一些钞票，但母亲又病了，卖七姐的钱花光了。至于八姐，也就是上官金童的双胞胎姐姐上官玉女，她生下来就瞎了双眼。一个瞎了眼的女孩在那个世道里连被卖的资格都没有。
3年困难时期，为了不给母亲添麻烦，八姐投河自杀而死。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长久的说不出话来。你看，这就是上官家8个女儿的命运，一个杀夫后被枪决，一个自杀，一个飞下悬崖，一个死在母亲怀里，一个投河，2个死于战火，一个跟着丈夫自杀。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手里唯一的筹码，美貌和肉体，去跟这个世界赌。赌的目标只有一个，让这个家活下去，让母亲活下去，让那个唯一的儿子活下去。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大致归纳出了上官家女性坎坷的生命轨迹。这10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这话听着多么平淡，背后却是多少白骨和血泪。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那100年里，上官家的女性做了同样的选择，寻找各种办法保存自己，保存家庭，养大上官金统。他们找了当时看来最有本事的男人当丈夫。大兰镇最有智慧、有魄力、有后台、最能呼风唤雨的男人，几乎都成了上官家的女婿。这些女婿也各显神通，帮助上官家，有粮食，有钱，有枪。但是当男人不再可靠的时候，4姐卖掉了自己，8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都是为了减少负担，用另一种方式帮助母亲维持这个家。姐姐们的目的达到了，家庭维持住了，母亲活到了晚年，上官金童活到了成年，而这正是8个姐姐耗尽了一生的智慧、美貌与肉体所换来的结果。说完了8个姐姐，我们终于要聊聊这个被全家人拼死保住的宝贝儿子上官金童。在传统社会里，儿子意味着什么？传宗接代，壮劳力，家族的希望，香火的延续。母亲忍受了半辈子的屈辱，姐姐们用命去赌，所有人的努力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这个男丁活下来，长大成人，撑起上官家的门楣。但现实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上官金童几乎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他最大的特长是炼乳，上学了还没断奶，母亲想尽办法断奶，他就以装死甚至跳河自杀相逼，让母亲终于没了法子。即使到了成年，他仍然像个孩童，看到的世界跟常人完全不一样。他对乳房永远怀有一种痴恋，他的味觉和嗅觉灵敏过人，甚至呈现一种魔幻色彩。面对一个香气四溢的女人，他竟然能雕分缕析地辨认出香水味中的狐臭。这个人在现实世界里能干什么呢？音乐课成绩不错，俄语课成绩不错，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些才能在那个年代毫无用处。因为成分问题，成年后的上官金童被拉去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他遇见了之前被俄罗斯夫妇收养的七姐。后来七姐在困难时期吃多了生豆饼，腹胀而死。七姐死后日记曝光，牵出了上官金童所谓的奸尸事件。虽然事出有因，上官金童辩解说，当时只是为了满足一位濒死处女的愿望，实属冤枉，但还是被判处了15年徒刑。15年，这个母亲和8个姐姐用一辈子的血泪喂大的儿子，在监狱里蹲了15年。改革开放之后呢，上官金童终于出来了。他有没有逆袭翻盘？没有。他先是在殷武涵夫妇开办的东方鸟类中心任公关部经理，后来又在外甥司马良投资的公司独角兽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长。听听这名字，独角兽乳罩大世界，莫言的讽刺简直入骨3分。一个一辈子炼乳的人，最后的事业跟乳罩有关。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骗了，公司倒了，一事无成。最后他埋葬完母亲，栖身在教堂里。说到这里，你可能忍不住想骂，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啊！8个姐姐的命都搭进去了，就养了这么个东西。但我想请你停一停，换一个角度想，上官金童废吗？废，但他为什么废？我想原因是他是被溺爱养废的，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他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过度保护。
母亲把所有的爱，那种在苦难中积攒了一辈子无处释放的爱，全部倾注在了他一个人身上。这种爱太重了，重到他根本扛不住，也不需要扛。他与马洛亚牧师抢夺母亲的乳房，与双胞胎姐姐上官玉女抢夺母亲的乳汁，与外甥女沙枣花、外甥司马良抢夺母亲的奶水。他一辈子都活在一种婴儿状态里，只会索取，不会给予，只会依赖，不会独立。而姐姐们呢，恰恰因为不被重视，反而被残酷的现实逼出了生存能力。她们找丈夫攒资源，卖身养家，每一个都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行动力。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身边某些家庭，那些被富养到失去求生本能的孩子，和那些被忽视却野蛮生长出一身本事的孩子？莫言写的不只是上官家，他写的是一种代际悲剧的模式。越是被寄予厚望的那个，越容易被期望本身压垮。但上官金童也不是完全无用的，莫言给了他一个很奇妙的角色。在当地充满神秘色彩的雪集，一种雪上集市，人们通过以物易物来交换交易，只能用眼睛看，用鼻子嗅，用手触摸，用心思体会揣摩，不能说话。上官金童扮成了雪公子，他的神圣职责之一是通过抚摸乳房来降服那些希望生子、希望乳汁饱满的女性。你看，在现实世界里他什么都做不了，但在一个充满仪式感的魔幻空间里，他那被视为变态的恋乳癖反而成了一种神圣的能力。莫言在这里暗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上官金童的恋乳本质上是对女性生命力的崇拜，他不是在迷恋肉体，他是在迷恋那个喂养了他、拯救了他、用乳汁和血泪让他活下来的力量。在小说的最后，上官金童终于做了一件争气的事，母亲去世后，坟头可能被人处理。上官金童决定，即使坐牢，也要保住母亲的安宁。他的想法是，我害了母亲一辈子，最后能用丧失自由换取母亲安宁，也算值了。也算我这不孝的儿子尽了一次孝，也算我这不争气的儿子争了一口气。这是他一辈子唯一一次主动为别人承担了什么。母亲的心愿很明白，她曾经说过，娘活了半辈子，琢磨出了几个道理。天堂再好，比不上家中的3间破屋。孤魂野鬼怕的是正直的人。上官金童以一种苦涩的方式达成了母亲的心愿。他甚至进一步感悟到，天上有宝，日月星辰；人间有宝，丰乳肥臀。天上的正义与人间的坚守，必定会等来一个公正与繁荣的秩序。一个废物用了一辈子，才活出了这么一句明白话。但也正因为用了一辈子，这句话才有了重量。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维度。莫言不只是在写苦难，他还在写一个更深的东西。当苦难压到人喘不过气的时候，人类是靠什么撑下去的？答案是2个字：幻觉。在小说里，莫言写了大量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这些情节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揭示一个真相。在最绝望的时代，人们需要一点不真实的东西，才能挺过那些太过真实的苦难。比如三姐的鸟仙身份。三姐领地本来好好的一个姑娘，鸟儿寒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她疯了，但疯疯癫癫的她居然成了当地的鸟仙。前来求药问卜的人络绎不绝，名声远扬，甚至有病人不远万里乘着海船来求她。这真的是神力吗？当然不是。莫言在书里写了一段极其精妙的解释。他说，在高密东北乡短暂的历史上，曾有6个因为恋爱受阻、婚姻不睦的女性，顶着狐狸、刺猬、黄鼠狼、麦烧蛇、花面蝙蝠的神位，度过了他们神秘的、让人敬畏的一生。这种描写背后是什么？是这些女性的辛酸史。农村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极大打击，比如极为繁重的家庭劳动，或者无法生育男孩的重大压力，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后，会被迫展现鬼神附体的症状。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家庭通过请神等活动介入，女性暂时被允许脱离繁重劳动，住进一个单独的安静的房间，不仅无人责骂，还有众人的关心呵护，
伙食起居水平都有提高。几天之后，鬼神就被驱走了。用猎奇的眼光看，是跳大神的法力起了作用。换个角度看呢，这是妇女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怪力乱神来求得短暂的喘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属于最底层女性的精神自救。她们没有心理咨询师，没有社工，没有法律保护，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装神弄鬼，用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疯狂来逃离那种不被允许抱怨的痛苦。血集中还出现过另一个魔幻人物张天赐，人送外号天老爷。他从事着一种诡异的行业，引领死人还乡。他有邪法子，能让死人行走。高密东北乡人客死他乡，就请他去领回来。外地人死在高密东北乡，也请他送回去。有经验的读者能看出来，这其实就是湘西赶尸人的山东版本。这种魔法能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吗？不能。能减少死人的数量吗？不能。它仅仅能让死去的人入土为安，让活着的人多一个理由忍受现实的痛苦。至少我死了之后还能回家，至少我的灵魂不会流浪。说到这儿，故事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转折。日军侵入之后，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似乎消失了，人们开始拥抱科学。莫言写得很精确，大兰镇开天辟地第一次出现科学是在放脚运动中。一个骨科医生搬上来一个巨大的小脚模型，生动地向人们讲解裹脚会在哪些地方断了骨头，哪些地方导致骨头变形。第二次科学的出场是日本人带来的，日军杀害了上官家的男人，随后赶到的日本军医戴上乳胶手套，救活了生下来没有哭喊的上官金童。军医用寒光闪闪的刀子切断了婴儿的脐带，倒提着男婴拍打他的后心，一直打到他发出病猫般的沙哑哭声，才把他放下。军医用碘酒涂抹了脐带，用洁白的纱布捆扎起来，最后还给母亲打了2针止血药。所有这些都被日军摄影记者拍下来了。你看到了吗？杀你全家的人转头用科学救了你的孩子，而且还拍了照片当做宣传素材。这种荒诞只有莫言写得出来。后来参加革命的吴姐上官盼娣还在饥荒中送给母亲几片维他命，据说维他命片一片能顶1颗大白菜2个鸡蛋。科学来了，旧的魔幻退场了，但科学真的带来了更好的秩序吗？改革开放之后，大兰市的东方鸟类中心试图实施一个凤凰计划，他们要用鸵鸟、锦鸡、孔雀混合交配，培育出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凤凰。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所谓的科学又披上了魔幻的外衣。这个计划跟当年的跳大神、赶尸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莫言在这里想说的是，科学摧毁了原先那个虽然落后但能勉强维持的传统社会，却并没有带来新的有效秩序，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新生活。人们依然在挣扎着活。而原先的魔幻主义呢？它尽管落后，甚至带着迷信，但至少能抚慰人心，在口口相传中带来一丝荒诞的幽默。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是不是也充满了这种新瓶装旧酒的魔幻？那些刷屏的成功学课程，那些承诺3个月财务自由的知识付费，那些只要你想就一定能做到的心灵鸡汤，本质上跟用孔雀交配培育凤凰有什么区别？莫言用1个世纪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告别过魔幻，我们只是换了一套说辞，继续欺骗自己，继续在绝望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活了下来。因为有时候一个谎言比100个真相更能救命。在小说的最后，莫言写了一幅沼泽地打猎的画面，开枪之后，一群天鹅吃力地挣扎着起飞，有2只中弹了，一只浮在浅水中死定了，还有一只在乱草里扑棱着翅膀挣扎，翅膀拖泥带水，脖子上沾满鲜血，弯曲着摇摆着，宛如舞蹈中的彩蛇。一群天鹅吃力地挣扎着起飞。莫言没有多说1个字，但这个画面的象征意味强烈到让人浑身发抖。这不就是上官家的命运吗？在枪林弹雨中，天鹅的舞蹈和飞翔都退居次位了。此刻所有的天鹅只有一个任务，幸存。
有的中弹了，浮在水面上死定了，那是2节6节，那是3节4节。有的在乱草里拖着带血的翅膀拼命挣扎，那种痛苦的姿态居然还像舞蹈一样美，那是母亲。而最后总有一些天鹅吃力的、笨拙的、浑身是伤的飞了起来，母亲飞起来了，她活到了95岁，这是母亲的胜利。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一辈子没有上过战场，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甚至在很多时候她只是在忍耐，在沉默，在咬着牙把日子一天一天的熬下去。但熬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在那个年代活着就是胜利，能把孩子养大就是英雄，能在饥荒里没饿死就是奇迹。母亲的身体就是战场，她用乳房喂养了9个孩子，奶水充足到还能同时喂养儿子与外孙女。莫言的母亲也是如此，她曾回忆自己的母亲生养了8个孩子，挺着大肚子还在干农活，羊水浸湿了脚才回家，半夜生完孩子又去场上抢运粮食，困难时期像牛一样吃青草。频繁的生育和饥饿的折磨让母亲多种疾病缠身。莫言每次回忆起母亲都忍不住流泪，因此决定写一部长篇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莫言用83天就写完了这部50万字的小说？因为那不是在写作，那是一个儿子在用文字给母亲磕头，每一个字都是一滴眼泪，每一页都是一次叩首。上官家的姐妹们受尽了苦难，但他们的心愿并没有落空。晚年的上官金童虽然一事无成，但他幸存了下来，没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守住了母亲的坟，守住了一个儿子最后的本分。这个废物用一辈子的时间，终于学会了一件事：爱母亲。仅仅是这一件事就够了。在整本书里，莫言反复用他那种新奇的笔法描摹着这个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的世界。他擅长用童年视角来写成人世界的荒诞，比如他写上关金童吃花瓣，发现花瓣很脆，宛如生虾肉，咀嚼几下便满嘴血腥味儿。花朵为什么会有血腥味儿？因为大地浸透了人类的鲜血。这句话看似不经意，却暗示了中国大地上整整1个世纪的悲惨往事。他写战争也是如此简洁而精心，子弹横飞，炮弹在前方炸起，一柱柱的白烟，一道道的火舌扇面般展开，冲锋的士兵像野草般一片片的折断了。像野草般折断，不是像英雄般倒下，而是像野草般折断。因为在战争面前，人命就是野草。写到残酷画面的时候，莫言只用了一句话收尾：不去说夜里隆隆的炮声了吧，明天的炮更多，不去说了吧，因为说不完，因为说了也没用，明天的苦难比今天更多。战争之后的惨况怎么收尾呢？莫言笔锋一转，一本正经地写起了棺材铺的生意。棺材铺前店后厂，在混乱的年代里生意格外兴隆。他甚至认认真真地介绍棺材的生产工艺。3节鸟仙使用的是4毒棺，母亲的棺材是2寸板杨木棺。棺材的盖子在木匠们的术语里叫做裁天，裁天和棺材的结合部，要求严丝合缝，连根针尖也不允许插进去。活人的世界已经千疮百孔了，但给死人做的棺材却要求严丝合缝。这就是莫言，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生活很荒诞，他只是把一个棺材铺的生意写得比婚庆公司还红火，然后让你自己去品那个味道。故事讲到这里，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开头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初夏清晨。那个磨坊里，兽医在救驴，婆婆在骂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头被全家人视若珍宝的驴生下小骡子，母子平安，而被视若草芥的上官鲁氏却只能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独自挣扎求生。他不仅活了下来，还在那头备受呵护的母驴旁边，用那双并不干净的手托起了上官家唯一的香火。这一幕其实就是整本书最狠毒的隐喻。在这个荒唐的人世间，畜生有时候活得比人尊贵，而只有像野草一样卑贱，像泥土一样肮脏的生命力才能在绝境中熬出头。现在你再看看那个废物儿子上官金童，你依然会问，8个姐姐的命换这么一个只会吃奶的窝囊废，值吗？
从功利的角度看，这是一笔血本无归的买卖，但从生命的角度看，这却是莫言给出的最辛辣的答案。那个重男轻女的旧时代，逼着母亲去借种，去卖女，去流血，就为了求一个带把的种。母亲做到了，她把这个种给你生下来了，供起来了，养大了。结果呢，这个集全族之力供养出来的男性象征，是一个永远断不了奶的巨婴，是一个被阉割了精神的懦夫。这是多么宏大的讽刺！母亲用一生的苦难，完成了一次对父权社会最响亮的耳光。你们梦寐以求的金童，不过是一堆离了女人就活不下去的烂肉。但恰恰是这堆烂肉成了唯一的幸存者。那些刚烈的、英勇的、美丽的姐姐们，因为反抗，因为像铁一样硬，所以都折断了。只有金童，因为像水一样软，像泥一样赖，反而苟活到了新时代。母亲在临终前或许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她不在乎儿子是不是废物，她只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只有活人才有资格站在坟头哭泣。当95岁的母亲躺进那口薄皮棺材时，她的乳房干瘪得像两只风干的茄子，但就是这两只干瘪的器官，曾经像长江大河一样喂养了土匪，喂养了战士，喂养了那个混乱肮脏的世纪。她不需要被歌颂为伟大，因为伟大这个词太轻飘飘了，根本压不住她身上那100年的尘土。她仅仅是活着，像一头母兽护住幼崽那样活着，像大地忍受践踏那样活着。所以当我们合上这本《丰乳肥臀》时，回头看看你的身后，在你的家族史里，一定也有一个像上官鲁氏这样的女人。她可能没有名字，没有墓碑，她可能也是裹着小脚，忍受着丈夫的毒打，在饥荒年里把最后一口发霉的饼子塞进你的祖辈嘴里。她咽下了所有的血泪，把那一丁点活着的温度通过脐带，通过乳汁，一代一代传到了今天，传到了你的血管里。丰乳是生命的源头，肥臀是生殖的根基。这4个字不是情色，它是人类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唯一可以依仗的，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母亲死了，但大地还活着，只要大地还活着，苦难就会继续，而生命，这该死的顽强的生命，也依然会像野草一样疯长不息。我是 Fanco， 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如果上官鲁氏活在今天，他还需要用身体换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吗？你可能会说，当然不需要了，时代不同了。但你确定吗？那些在流水线上站到腿变形的母亲，那些为了孩子学区房咽下所有委屈的妻子，那些被催婚、催育、催二胎，却从没人问一句你累不累的女儿，他们的乳房不再流血了，但他们的人生真的不再被定价了吗？想听听你的答案，评论区见，我们下期见。